上回说到，惠比寿村老康被大蛇的手下逮捕，老康真实身份揭晓，竟然是前任和治国白武的大名，曾经与光月玉田一起效忠光月家族。老康的女儿阿护在老康临死之际，跑到法场，站在栅栏外面放声大笑。除了阿护，那些从惠比寿村赶来的人一边流泪一边大笑。索隆以为他们疯了，只有小子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关于人造恶魔果实 Smile 的真相。罗刹镇的法场，老康连中数枪，从折形台上摔下来，倒在地上，身体四周都是血。而四周围观的群众，包括老康的女儿阿护在内的那些惠比寿村的人，围在老康的尸体周围哈哈大笑。这个画面又惊悚又诡异。你们知道 Smile 吗？金文文、犬兰。在人群后方的是阿修罗童子、金文文和犬兰公爵。阿修罗转身问话的时候，二人已经泪流满面。娜美等人随即赶到法场，看到眼前笑成一团的群众，他们都懵了。小忍知道站出来，一边哭得泣不成声，一边向娜美等人讲述了 Smile 人造恶魔果实的真相。惠比寿村这些百姓的笑是面具，是一辈子都取不下来的面具。数年前，凯多与大蛇以这个国家制造的武器作为交换，大批量进口一种人工果实，也就是凯撒制造的 Smile 人工恶魔果实。这种东西吃完之后，人就会动物化，使人变得残暴。另外，与恶魔果实的副作用一样，吃了 Smile 人造恶魔果实的人也会受到大海的排斥，无法游泳。这就是凯多的最终目的，通过这种果实将自己的部下强化成怪物，创造一个最强的海贼团。就目前的进度来看，凯多有没有建成最强海贼团不知道，但凯多已经成功的创造出了最强动物园。Smile 人造恶魔果实自带比自然生长的恶魔果实还大的风险，有很强的副作用。吃了这种果实之后，人工强化的成功率只有10%，10个人吃了恶魔果实，只有1个人会获得能力，其他9个人则会强化失败，只承担其中的风险。不仅不会游泳，还会失去表情管理，不会悲伤，不会愤怒，只能像个疯子一样傻笑。凯多对于部下的安全当然不会关心，他只在乎自己的海贼团是不是强力的军团。百兽海贼团的战斗员被分成3个阶级，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给付者和逾越者，还有一种是待命者。所谓的给付者，就是吃了 Smile 之后幸运的抽中了那1/10的概率，获得了强大的野兽之力的人。待命者则是那些还没有吃果实，等待获得野兽之力机会的战斗员。而逾越者就是那些吃下人造恶魔果实之后强化失败，每天只会像疯子一样傻乐的人，仿佛是为了故意嘲笑这些强化失败的不幸之人。凯多、多弗朗明哥、凯撒这个邪恶组合将这种人造恶魔果实取名为 Smile， 意为笑容。这还不是最变态最恐怖的，最变态的事情是，大量的只被吃了一口的 Smile 恶魔果实被大蛇这个老畜生发现，心生了一个极为变态的想法。因为被吃剩下的 Smile 人造恶魔果实仍然残留着副作用的效力，还能创造出新的逾越者。大蛇将军命令人将这些吃剩下的 Smile 恶魔果实收集起来，运往花之都的简陋村，也就是惠比寿村。在那里，每天都有人因为身边的人死去而哭泣，大蛇对他们极为厌恶，故意在花之都运输出去的残羹剩饭中混入了 Smile 恶魔果实的失败品。饿极的村民们看到这么多的苹果，当然很高兴，毫不犹豫地吃下去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知道这种苹果不是好东西，但是他们还是败给了饥饿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个惠比寿村，一个人们看上去开朗乐观，实际上却是连父母的死都无法感受到悲伤的悲剧之村。小子哭着对索隆说：“请不要责怪那些大笑的人们，这就是大蛇将军最大的罪孽，让人们陷入不幸，还让他们无法悲伤。这里不是地狱又是什么呢？”索隆黑着脸，默默地倾听小子的哭诉。他想起来，数小时之前，老康还笑着对他说：“据说人类是生物中唯一会笑的，所以如果不笑的话，不就太可惜了吗？”索隆额头上青筋暴起，看着眼前这些村民们围绕老康的尸体大笑的惊悚一幕，他的怒气值正在迅速提升。跟着村民们一起放声大笑的是一手提着枪，一手拿着折扇的大蛇将军。与村民不同的是，只有他是发自肺腑的在笑。这是最适合你的结局了，康家。居然在我的国家厚着脸皮活下来了，简直无理！各位村民，这就是你们敬爱的白武大名双月康家的下场，笑着送他去另一个世界吧！这就是和之国，开朗的和之国，简直就是天国呀！给我笑起来，笑起来，笑得再开心点儿！索隆侧过身，用一只载满杀气的眼睛看向大蛇：“你这是在玩火，黑炭大蛇！”索隆盯着大蛇，正在酝酿砍了这家伙的新招式的名字。阿虎从栅栏的缝隙里挤了出来，冲向老康的尸体。小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阿虎一边大笑一边大哭，跌跌撞撞地奔向老康。他扑倒在老康的尸体上，一边哭一边喊，知道老康已经不行了。
阿虎从怀里掏出一罐东西，那是他从乌索普那里偷来的包治百病的蛤蟆油。他将蛤蟆油涂在老康的身体上，期待老康身上的伤能够迅速恢复，重新充满活力地站起来。乌索普站在栅栏外面，哭着说：“对不起，阿虎，那个药没用的。”小紫冲到栅栏前，大叫着阿虎，求他赶快回来。好在小紫穿着斗篷，无人将他认出来。大师的注意力一直在场内的阿虎身上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就是因为在宴会上这个小鬼的笑声激怒了自己，所以才导致自己心爱的女人小紫冲撞自己，最后被杀死。大蛇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宣泄愤怒的替罪羊，他不会怪罪自己，更不会怪罪狂死狼，只能将怒火发泄在这个弱小无助的小女孩身上。都是因为你的放肆大笑，小紫才会死的，臭小鬼，去死吧！大蛇对着阿虎举起来福枪，尖叫着连扣下数次扳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两个黑影冲入法场，刀光剑影与熊熊火焰交融一起，击破了法场的栅栏，将大蛇射出去的子弹给挡了下来。一阵烟尘之后，大家惊讶地看到，冲入场内保护了阿护的，正是举着武士刀被全都城通缉的索隆侍郎，以及腿上燃着火焰，几个小时前把狂死狼一家的小弟打得屁滚尿流的荞麦面店老板。两人黑着脸，满身怒气，互相看不顺眼后，火气更大。当然，在这种时刻，索隆和山治是不会起内讧的，那就只能将这股喷涌而出的怒火发泄到大蛇的身上。大蛇一愣，随即下令给手下们，妨碍处刑的人可以当场杀死。手下的武士们分成两队，一队拔刀，一队举枪，矛头直指索隆和山治。大蛇和他的这帮草包手下根本不够他们俩打的。在一边看热闹的德雷克和霍金斯站了出来，诺诺索亚索隆和文斯莫克山治，看来草帽一会儿已经来到和之国了，而且还很正大光明的现身了呀。索隆和山治异口同声的回怼德雷克：“正大光明的现身，怎么了？有胆子就一起上，把你们俩打得哭着找妈妈，你信不信？”德雷克火了，一声暴喝，变成恐龙形态。另一边，大蛇的手下们迅速集结，向索隆和山治开枪，二人轻松挡下来。山治嚷嚷着让索隆赶紧带着小鬼跑路，索隆摇摇头，杀气腾腾的看向大蛇：“我一定要砍了那个家伙！”索隆将阿护塞进山治的怀里。大蛇似乎也感受到了索隆不同寻常的杀气正直逼过来，赶忙呼唤手下保护自己。一大群武士挡在大蛇的前面，举枪打向索隆。索隆几刀砍过去，将子弹扛下来。山治在一边劝说索隆要冷静，不要自己一个人头脑一热冲上去，否则耽误了作战大计。笨蛋，你以为老康为什么要赌上性命？索隆恶狠狠地咬紧牙关，脑海中仿佛回放老康那张笑哈哈的脸。都说行走在时间不是偶数就是奇数，善恶也都是一体。就在这里收手吧，小哥！干他丫的！索隆拔出河道一文字，双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索隆举起双刀，甩出刀锋，大蛇都快吓尿了，忙指挥手下的武士阻拦。但是他们这些菜鸡哪里是索隆的对手，直接被索隆的刀锋砍飞。就在索隆的刀锋马上要砍下大蛇的脑袋的时候，狂死狼跳到大蛇前面，举起武士刀，将索隆的刀锋弹开。索隆大概不认识狂死狼，但是山治等人对他可不陌生，在大蛇的宴会上是那个砍死小紫的刀客。之前去山治的面摊上找茬那几个混混也是此人的手下。狂死狼露出十分阴险的笑容，对大蛇说道：“殿下，您太大意了，居然带着如此单薄的护卫赶赴刑场。”大蛇捏了一把汗，刚刚如果狂死狼没有及时赶到，黑炭大蛇就要变成黑炭蚯蚓了，被索隆砍成一节节的。那个该死的浪人居然真的想杀死我！山治急了。这时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压了过来，山治回头一看，是变身成为恐龙的德雷克。德雷克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，山治躲开，一脚踢中德雷克的脸，德雷克一甩脑袋将山治撞飞。众所周知，凯特手下的恐龙血条厚的一批，最大的本事就是扛揍。大蛇手下的武士们举起枪，下一波攻击马上就要招呼到索隆身上了。站在一边观战的弗兰奇等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纷纷上前准备动手。看侍郎站出来制止，如果在这里动手，作战计划就要泡汤了。纳米听看侍郎这么一说，也有点担忧，因为一旦暴露了身份，他们就不可能在都城里待下去了。可是也不能放任康家的尸体就那么放在街上，毕竟老康是一个人人都尊敬的人物。几个人经过一番商议，决定分头行动。小忍和看侍郎因为身份特殊，不方便暴露行踪，先行离开现场。纳美等人留下来，负责抢回老康的尸体，顺便扶住索隆和山治。狂死狼阴险地笑了笑，既然要动手，那就彻底一点好了。他命令手下们将大蛇护送回都城，自己则举起大刀准备迎击索隆。卑鄙的大蛇嚷嚷着：“给我一个不留，全都杀了！”索隆表示：“你想多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就这么轻易地溜走？”后方武士们的枪林弹雨再次袭来，索隆头也不回地立在原地，一个巨大的合影从天而降。钢铁人弗兰奇利用自己的身体替索隆将子弹挡了下来。没等这些武士反应过来，弗兰奇用强力右手打进人群，
接着他奔向老康的尸体，抱起老康就跑。紧接着乌索普、罗宾、娜美纷纷出手，将那群武士狠狠收拾了一顿。索隆与匡死郎遥遥对峙，谁也不肯让步，就连眼神都发生了激烈碰撞。匡死郎哈哈一笑，不可能，那就砍了你。索隆拔出双刀冲过去就砍，匡死郎提起手中的刀挡下了索隆的攻击，在下可是将军的狗啊。小紫在一边担忧地看着两人的对决。小剧透一下，小紫完全知晓这里面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只不过现在由于时机尚未成熟，不便透露，只能默默地看着索隆和匡死郎对决。布鲁克请小紫赶快撤离都城，但小紫担心阿虎的安危。布鲁克自信满满地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与阿虎在一起的山五郎是一个高手。”战士抱着阿虎牵制住了敌方主要战斗力德雷克，暂时打退德雷克后，战士嚷嚷着让大家赶紧撤离。乌索普等人答应一声，各自使出招数逼退敌人，找机会撤退。兔警的囚犯采石场，路飞等人通过监狱内的光化影像电话筒实时观看罗刹镇的战斗。路飞激动不已，忍不住大声跟索隆的伙伴欢呼加油。一边的冰五郎好奇地问道：“他们是你的伙伴吗？草帽兄弟？”路飞一怔，己方的身份和人员好像不能暴露来着。路飞撇着嘴，尴尬地回答：“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”奎因看出端倪，就是路飞问：“那个绿藻头是不是你的人？”路飞用特别明显的微表情扯谎道：“我不是都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”奎因大骂：“你这微表情明显就是在扯谎。”不过这些人是不是草帽的伙伴都无所谓了，因为他们之中没人能够战胜匡死郎。奎因正得意地吹牛叉，属下跑过来低声报告，有一个从花之都抓来的犯人马上就入狱了。花之都？奎因转过身，兔警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几个守卫押着一个浑身绑着绷带的男子走进采石场监狱。男子仰头哈哈大笑，好像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。他就是之前大闹了花之都的罪犯杀人狂连藏。在他的身后，守卫们又押进来另一个大家熟悉的犯人，前几天越狱的尤斯塔斯基德。看守们说，这个基德就像疯了一样朝他们跑过来，于是他们顺势开了枪，打伤了基德后将他送了进来。连藏毫无预备的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得十分惊悚。基德在后面大喊：“停下来，不要笑了。”按照基德的回忆，连藏从前很讨厌自己的笑声，嘲笑连藏的人都曾被连藏打个半死。基德如此了解连藏，原因只有一个，这个连藏居然就是基德的弟弟，与路飞、索隆同为罪恶时代的基拉。不用问，基拉肯定也是被迫吃了人造恶魔果实，变成了只会大笑的疯子。路飞很少见的认出了只见过几面的基拉，看到基拉一边流泪一边大笑的样子，路飞愤怒地大喊：“死肥宅，地狱大相扑，赶紧开始吧，我忍不住要揍你们了！”